小杰，爸爸在这儿。爸爸，爸爸，你藏到哪里去了？我怎么没发现啊？因为爸爸把自己当成你呀，找你看不见的地方。不过也仅仅是你看不见而已。有些事换一个角度，看起来就完全不一样。走。你看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小杰，你今天真乖，爸爸要奖励你啊！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爸爸带你去买。我想要这个。这个呀，你还太小了，拿着这个多危险！等你长大一点，爸爸送给你，好不好？好。前头就那儿啊！这个墓碑他们侄子立的，挺上心啊。我看你们村很少有人往墓碑上贴照片的。上啥心啊？老张他活着的时候，没看见他这个侄子来给他尽孝，死了整这些没有用的。要我说，8成就是想来吃绝户的。不过倒是有这么个事情，前段时间有个城里的年轻人来这哭过。城里人啊？你怎么知道是城里人？我听人说的，说是穿的挺洋气，那可不就是城里来的呗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感觉那天好像是谷雨。4月20号。就是那天，卫生院来我们村给我们做免费的体检。哎，村长，谢谢你的配合。应该的。你去忙吧。好。有事您随时叫我啊。喂，安队，帅姐，怎么样？你那边什么情况？还在审，神神叨叨的，跟之前完全变了一个人。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所有的案发现场只有红衣女人，而没有出现过关鸿渐。因为红衣女人就是关鸿渐，关鸿渐就是红衣女人。关鸿渐，你为什么要穿你母亲的衣服？鸿渐来了。鸿渐在哪呢？鸿渐来了。我们好多年没见面了。鸿渐呢？为什么把我们分开？我要见我儿子！家里还有螃蟹呢，我要回家做饭。要是过生日没有蟹肉包吃，爸和欣欣会不开心的。别装疯卖傻。我要回家。为什么不让我见我儿子？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我们家鸿渐可是好孩子，他要是做错事了，你们跟我说，我让他们跟你们道歉好吗？要是没做错事，被你们冤枉，该有的公道还是要讨回来的。怎么听起来有点像精神分裂？他有精神病史吗？确实有，搜查他家的时候也搜到了相关的药物。不过我看他病历上显示早就已经痊愈了呀。他有可能是装的。申请司法鉴定了吗？已经申请了，在路上呢。你那边怎么样？4月20日，有村民看到有个城里人在李淑华的坟前哭过。4月20号，关鸿渐说他上个月20号顺着线索，在一个小山村里找到了他母亲。你要照这么说的话，他
他找到的只是李淑华的坟吗？难道他就是在那个时候一时无法接受，导致精神崩溃，变成现在这样？上级在吗？我看了你发过来的关宏建的审讯记录，他在里面说了很多李淑华失踪这些年的遭遇，那么就有个问题：如果他只是来过李淑华的坟前，确认他已经死了，那么李淑华这些年遭遇的细节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们在搜查关宏建家的时候，找到了一本老旧的日记本，根据上面的内容和笔记，确认是李淑华所写，内容就是他失踪之后的遭遇。但是我们不知道关宏建是怎么得到这个日记本的。我们还发现这里面少了几页内容。日记应该是在老张头家拿到的。在外面等我啊。他愤怒，他冲进里屋，想找一些关于他母亲的物品。在床边看到了铁链。老公被判出轨、捅伤、活埋，获救后又被拐卖、被囚禁、被虐待整整20年。这要是我妈，我看到这个我也得疯。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做饭了，螃蟹还没有做呢。你们爱吃蟹肉包吗？我儿子和女儿特别爱吃我做的蟹肉包，早上5点赶到码头，挑那种刚捞上来的，个儿大的，爬得特别欢似的，买上7、8只，拿回家放到水里面，鸡爪和虾也要有，提前用的。然后把螃蟹洗干净，热油下锅，翻炒，再放上姜块、蒜头一起炒。我拼了命的一遍遍喊着：“救命！救命啊！放开我！”我被抓了回来，老东西不让我跑，用铁链子把我拴住。那铁链子是老东西从村长家偷的，拴狗的。他拴我脖子上，我没法呼吸，我感觉要死了。他晚上不让我睡觉，还打我，撕我的衣服，我连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了。我也不完整，我想死，但是我还有一点渺茫的希望支撑着。
我希望再见到我的孩子们，我得活着。这个时候，突然门口感觉来了人，那个人竟然是……我们实在是审不下去了。他那个样子实在是太变态了。如果事情真是按照他说的那样，为什么几个案发现场，目击者看到的只有红衣女人，而没有她的存在呢？这是杀害董小慧那把剪刀的检测报告。除了董小慧的 DNA 残留以外，还查出了另一个人的指纹，是关宏建。所有的案子都是关宏建为了给母亲报仇一个人做下的，有证据，有指纹，有口供，证据链闭合，这下总可以结案了吧？还差一个，司法鉴定所的专家正在给关宏建做精神鉴定，我们还得等结果。双姐，结案之后你是不是要回省厅啊？我让安队给你安排践行。傅一，哎，你说话呀！傅一，喂，我给你发了个位置，你过来一趟。
顺便去我的办公室帮我带个东西过来。这就是当年师父遇难的地方。当年调查李淑华的案子时，师傅的破案方式跟很多人不太一样，大家认为他的行为太过极端。后来出了些事，被停职了，但他并没有放弃这个案子，私下里还是带着胡四一路查了下去。然后呢？我需要一个结果，你说过会给我一个答案的。师傅用锁链把自己锁了起来，在这个山洞里待了整整1个晚上，被红火蚁咬到，导致休克性死亡。其实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快不行了。师傅的死的确是个意外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也是一种必然。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可是这有什么可隐瞒的呢？为什么要公示的材料上只显示他是因为查案而意外死亡？这么含糊的标注。当年根据他的笔记，结合其他线索，联合周边几个地市的兄弟单位共同出击，打掉了一个拐卖妇女儿童的案子。师傅他立了大功，但同时也犯了大错。失控的胡四误解了师傅临死前留下的线索，继续去找李淑华，结果出了命案。那是胡四的错，但师傅毕竟有责任。这个可以说是师傅从警生涯中最大的错误。师母为了你，为了我，对，你从小就把师傅当成是英雄，为了师傅在你心中的英雄形象不会崩塌，师母去向老局长求情，上级才决定将师傅的真实死因进行封存，所以才导致你只知道部分事实。我让你带的东西呢？
这个是师傅留下的。罐子里的每一颗石子都是从案发现场捡回来的，一颗石子代表一个案子。师傅被停职之后，把它给了我。尚杰，今天我想把它交给你。你好像并不喜欢这些石子。它太沉了。要知道，每一颗石子都代表着一段罪恶。这一颗南洋商城纵火案，乌龙岭奸杀案，渔村灭门案，这一颗火车站碎尸案，这一颗关敬堂被害案，罪恶似乎永远在滋生，产出不尽。我没能继承师父的气量，更没有他的远大理想。这些石子对于我来说，慢慢变成了一种负担。可你是一个警察。对，我是个警察。我只是希望这世上的罪恶能少一些。其实我爸和你说过一样的话。虽然我们面对的是黑暗与罪恶，但我们守护的是美好和光明。看，罪恶是挡不住光的。来，大伙儿我来提一下啊，咱们的案子呢马上就要结了，今晚呢也算给尚杰践行了。那我就代表英明神武的安平队长的领导下的刑侦大队，为尚杰啊送出临别赠言。啊，凭什么你代表呀？你代表？安队，就让他说吧啊！不行，王松说两句。你说你天天跟个闷葫芦似的，你说两句。我更不行了，我说不了场面话。不行，不能怂啊！要不这样吧，我觉得咱们要不就比点什么，谁赢了谁代表大家。我先是说，哎，别呀，难得大家这么高兴，咱们整点活助助兴啊，是不是？那这样，我加个码，你要是赢了我包你1个月早餐。切，明知道我不吃早餐，换午餐可以。好，说定了啊，咱们比掰手腕。啊！你能不能要点脸啊？你看看人家王松这小体格，跟小崽子似的。你再看看你，来，别说我欺负你啊！来，我让你1只手，怎么样？那可以试试。哎，说，那我来数数，1、2、3，王松加油！王松加油！王松加油啊！王松加油！王松加油！王松！ 1个月午餐啊！喂，鹏伟，你不行啊你，白长一身肌肉了，根本就不行。不算，重来啊！愿赌服输啊！闭嘴来！就是啊，不能说话。好，3局2胜啊！我左手力气大，来，换左手。王松上，王松。
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，接个电话。你接什么电话？快点，快点！头，有情况。来看看这个。谁放的气球？哎，我不知道啊。你他妈还知道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怎么就平白无故的少了具尸体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我昨晚明明一直都守在这儿呢。真的还是睡着了啊！我确实喝了一点，但也就那么一小杯。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喝完我就睡着了。睡醒我就发现少了一个。要不要报警啊？不用，你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我想办法去。这视频什么意思？这是之前我们在陈虎手机的云端上找到的一段视频，我觉得有些蹊跷。下午我就把视频发给了万兴市公安局，让他们协助陈虎命案。刚刚收到回复，说那边并没有接收到关于尸体丢失的案子。那陈虎为什么不报案呢？关键是陈虎为什么要单独把这段视频存在手机云端上呢？你往回倒，倒到那个气球挡住监控的位置。这谁放的气球？哎，我不知道啊。这个喷嚏声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？你再回放一遍。哎，我不知道啊。关鸿渐，关鸿渐在陈虎的殡仪馆偷了一具尸体，陈虎没有报警，他是想用这个视频去威胁关鸿渐。哦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陈虎欺负关欣欣，但是关鸿渐还让他住在自己的酒店里。那关鸿渐为什么要偷尸体呢？有没有可能杀害陈虎的人就是关鸿渐？但是他有不在场的证明啊。陈虎死的时候，他在吕兰英家打晕了吕兰英。我怎么觉得咱们这顿饭又吃不上了？是你看到有个城里人在老张头两口子坟前哭吗？我听桂枝说的。我没亲眼见到，我听改香说的。我倒没看到，好像是郑老三跟我说的。我也没见着，但是我也忘了是听谁说过这么一嘴来着。发现这里面的问题了没有？所有的人都是听别人说的，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。那天关鸿渐袭击你的时候，大概是几点钟？上午10点左右。你是怎么这么确定的？我有一个药盒，那个药盒设定的吃药时间是上午10点，那个时候药盒刚好响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没有看钟表或手机上时间？没有。那你的药盒时间准吗？一直挺准的啊。杨明被胡四的人抓走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用手机报的警？对。手机给我看一下。你的通话记录呢？为什么一条都没有？哦，对，我换手机了。之前那个手机，关鸿渐勒我脖子那天摔坏了。你上次带我去看的那个新坟，确定是老张头和他媳妇吗？是。老张头家没有什么人，是我在村子里的人给他俩说的是。哎呦，从那么高的悬崖上摔下来，血肉模糊，都看不清人形了。不过从那个衣服和体型上啊，错不了。那下葬的时候尸体火化了吗？当然火化了，是我带人到火葬场的。人都火化了，骨灰是很难提取到 DNA 的，没法确认坟里埋的是不是李淑华。老张头那个侄子能帮忙联系一下吗？那是他远房侄子，不是我们村的。出完殡以后，他就走了，也没留个联系方式。那老张头死的事儿是怎么通知到他的？我也不清楚，是他自己就来了。确定吗？上面这些差不多了。杨明被胡四的人抓走的时候，你说你很快就报了警，你还记得具体的时间吗？这个真不记得了，我当时太慌了。那后来很快关鸿渐就来了吗？好像也不是很快，
我那天的时候被胡四那帮人给推倒了，浑身疼，所以回来躺了一会儿。关鸿渐来的时候，怎么也得过了1、2个小时了。我查了警局的接警记录，你报警的时间是9点52分。这啥意思啊？你说您要和响是10点钟，然后很快关鸿渐就出现了。对呀。对不上，对什么对？9点52分和10点钟差了8分钟，但你说你报警之后1、2个小时，关鸿渐才出现。是啊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关鸿渐趁你不在，偷偷进屋，把你要和的时间向前调了2个小时。那天上午10点钟，关鸿渐在关欣的住所外杀了陈虎，然后他才赶到了这里。他应该之前对你的生活习惯是有过了解的，知道你用药盒设定闹钟来提醒吃药，所以他就对你的药盒做了手脚。等药盒闹钟响，他进屋袭击你，让你成为他不在陈虎命案现场的直接证明人。你以为的10点钟，其实已经是12点了啊！当然，他做这些事情应该是提前排练好的，所以非常的有把握。他并不想伤害你。等你昏倒之后，他就把你药盒闹钟的时间调回了正常，顺便摔坏你的手机，让你在醒来之后对时间的概念产生模糊。咱们这一通查下来，是为了证明关鸿渐他不是疯子，还是为了证明他母亲还活着？都一样。什么都一样？这个案子起点就是终点，终点也是起点。尚杰，还是你来说吧，我这脑子早就跟不上安队的思路了。那我们就先从陈虎的事情开始梳理。关鸿渐为什么要杀陈虎呢？关键原因应该是陈虎知道关鸿渐偷了一具尸体，然后利用他在殡仪馆的关系，帮关鸿渐隐瞒了这个秘密，然后再利用这个事情就威胁关鸿渐，遭到了反杀。你告诉我，怎么就平白无故的烧了一具尸体？咱要不要报警啊？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，我想办法。喂，哥，我在你办公室呢，你啥时候回来？我有事找你。你干嘛？你放开我！一天不签字就还是我的女人。敢欺负我妹，我一定不会放过她。那我们再回到开头，为什么关鸿渐要偷尸体呢？根据我们这边掌握的线索，应该是用那具尸体伪装成他的母亲，给那具尸体穿上他母亲的衣服，扔下悬崖摔得血肉模糊，造成他母亲意外摔死的假象。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一个人死了，代表一了百了，代表所有的事情跟他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所以关鸿渐是想切断他母亲和某些事情之间的关联。关敬堂和董小慧都是他母亲杀的，关鸿渐是为了帮他洗脱罪名。也对，也不对。你怎么也开始打哑谜了？时间点对不上。村里给的消息，关鸿渐的母亲李淑华是3个月前摔崖死的，而杀人案最早的一起，即董小慧的死，距离现在才刚1个月。所以他想帮他母亲掩盖的事情，起码是3个月之前的事。那3个月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据关鸿渐交代，他以他母亲的镯子为线索，一直查到了村里。他母亲被拐多年，按理来说，他发现他母亲的第一时间应该报警，可是他没有。他当时找到的不是他母亲的坟吗？然后他又找到他母亲的住处，发现了这本日记，然后他就精神分裂疯了，认为他母亲还活着，所以没报警。妈妈，妈妈！我要妈妈，妈妈！你别忘了，前提是摔下悬崖的不是他母亲，而是偷来的尸体。而关鸿渐偷尸体的时间，可是早于他母亲死亡的时间。可是确实没办法证明摔下悬崖的是不是他母亲李淑华了。那我们就假设他不是。
关鸿渐找到村里的时候，发现他母亲还活着，而且应该也能看到他在老张头那过着非人的生活。他为什么不报警？除非他不敢。他把老张头给杀了。注意，关鸿渐做出他母亲死亡的假象，是为了切断跟某些事的联系。他母亲杀了老张头。我明白了，关鸿渐找到他母亲的时候，他母亲把老张头给杀了，所以他不敢报警。而为了帮他母亲掩盖杀人的事实，他从陈虎的殡仪馆偷了一具尸体，和老张头的尸体一起推下悬崖。在那种地方，村里人发现的时候都过了好些天了，这样既可以模糊老张头的死亡时间，又可以利用射散身体的方式来掩盖老张头身上的致命伤，这样大家都会认为他是意外死亡，而不去追查凶手。而且，一般村里发生这种明确是坠崖致死的事件，是不会再去确认一下死者身份的，更别提 DNA 检测了。按理来说，他只需要制造老张头意外死亡就好，制造母亲假死会不会多此一举？如果老张头死了，他母亲还活着，警方一定会对他母亲进行问询，万一露出一丁点马脚，那么关鸿渐就前功尽弃了。虽然也有可能判个防卫过当，但是他不能赌，所以这不是多此一举，而是保险起见。那后来的事呢？譬如说，村里的人都传城里来的人在李淑华坟前哭过，所有人都只是听说，没有人见过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你得结合另一件事，那就是关鸿渐在老张头家看到他母亲李淑华的日记，然后发疯的事。那也是假的吗？你不是说在他屋里演绎了一遍？这些事情都是发生过的吧？关鸿渐的确去过老张头家，也的确进行过破坏，但是他并没有发疯。屋里所有的破坏痕迹都是设计的，有破绽。什么破绽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这么做的结果，结果就是目的。结果就是他疯了，目的是想让我们知道，他先是发现母亲死了，然后又知道了母亲的悲惨遭遇之后导致了精神分裂，之后又陆续杀害了董小慧、关敬堂，还有张丽梅。怎么越说我越乱？这件事呢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，那就是时间。关鸿渐发疯的时间是4月20日，这是什么日子？应该是那天。村卫生院来我们村给我们做免费的体检。对于村民来说，那是卫生院来村里给村民免费体检的日子。可对于我们来说呢？423案，董小慧死的前3天。对，如果关鸿渐的精神分裂是装出来的话，他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间呢？因为他只有在这个时间精神分裂，才有可能穿上他母亲的红裙子去杀害董小慧。那如果我们反着推呢？如果他在董小慧死亡之后再精神分裂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杀董小慧的红衣女子就不是他。如果不是他，那是谁？他母亲李淑华。有没有感觉事情开始清晰了？你制造了老张头和你母亲的死亡现场之后，带着你母亲回到城里，把她藏了起来。本来打算让她过隐姓埋名的生活，但不巧的是，你母亲正好遇到了董小慧，或者说她跟踪了董小慧，那是她的仇人之一。你母亲一时失控或者蓄谋已久，将董小慧杀死。后来这件事情让你知道了，你一定是看到了现场有监控，拍到了你母亲，哪怕只是背影，警方还是有可能找到凶手。为了帮母亲掩饰这件事情，
你想到了一个主意，让案发现场红衣女子的嫌疑从你的母亲转移到你的身上。但怎么让人相信一个正常的男人穿女人的衣服去杀人呢？除非你精神上出现了问题。于是你开始了一个新的计划，假装精神分裂。你虽然曾经有过精神方面的问题，但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，你早就已经痊愈了。怎么突然间又精神分裂了，还把自己幻想成自己的母亲？这需要一个契机。村里那座坟和你母亲的日记成了关键。你母亲的日记应该是真的，而且一直带在身上。你把日记带回村里，先是假装在坟前哭，然后又假装在屋里找到日记，知道了一切，导致你精神分裂。但是你的精神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正常。但要达到这个目的，有几个棘手的问题。第一，这时候董小慧已经死了，你在这个时候假装精神分裂，和董小慧的死亡时间相矛盾，所以你必须要让精神分裂发生在董小慧死亡之前。第二，你怎么知道那座坟是你母亲的？一般情况下，村里埋人碑上是没有照片的，甚至连碑都不立。你又不能明着跟村里人打听你母亲的事，所以这时候一个关键性的人物登场，老张头根本不存在的远房侄子。老张头那个侄子能帮忙联系一下吗？那是他远房侄子，不是我们村的。出完殡以后，他就走了，也没留个联系方式。那老张头死的事儿是怎么通知到他的？这我也不清楚，他自己就来了。村长，老张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侄子，对吧？你真正怕的是被老张头害惨的那个女人，对不对？大概20年前，那时候我还不是村长。老张头不知道从哪儿领了个女人，说是捡的媳妇儿，整天的是又打又骂。有一回，他媳妇儿跑了，老张头就招呼我们几个出去，把他给抓了回来。从那以后，就用了个大铁链子，把他给拴到屋子里面，不让出来。有人用几张写了这些丑事的日记威胁你了？是。他俩出事以后我带着村子里的人给他俩收的尸，就草草的埋了，就怕有人追究。没想到上个月23号，有人寄来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，信里边还加了几页日记，上面指名道姓的写着我们几个帮助老张头把他媳妇抓回来的事情，还附带了3万块钱。要我以老张头远房侄子的名义给他俩立个碑，还强调上面要有他俩的照片。信里边还说要是有人问，就说是4月15号立的碑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为了把这事儿拦下来，我也只能照办了。安队，村长他们涉嫌包庇拐卖妇女的行为，应该怎么处理？安队已经移交给当地的派出所处理了。那封没署名的信是出自你手吧？董小慧死于4月23日，这件事情发生在她死之后，而你让村长谎称碑是在她死之前立的。荒山野岭的坟前突然多了一座墓碑，人们很难去考证它立在那儿的具体时间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展开你的下一步行动——哭坟。哭坟的时间也必须在董小慧死亡之前，你不能让时光倒流，但你必须让村里人都知道这件事情。所以你就对村长继续威逼利诱，让他谎称你在4月20号来到村里哭坟。这件事情在村里1传10，10传100，到最后到底是从哪里传出去的，根本就无从考证。所以最后整件事情就变成了你在4月20号来到村里，在老张头墓碑上的照片中认出了你母亲，伤心欲绝，痛哭一场。之后你找到老张头家，发现了你母亲的日记，最后一通打砸宣泄。之后你发疯了，
把自己幻想成自己的母亲。在4月23号，你杀害了董小慧，之后又陆续杀害了其他人。你母亲彻底的摆脱了杀人的嫌疑。你在老张头家打砸宣泄的时候，你打了几拳柜门，导致柜门脱落，又顺手把它扒拉到地上。当时你是用右手砸的门，可是扒拉柜门的时候却换成了左手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感觉到右手疼了吗？一般情况下，在极度激动的情绪中，人是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手疼并且换手的，这就暴露了你当时的情绪不是真实的，而是伪装的。这也说明了你在屋里做的事全是你刻意设计的。我师父在教我这套方法的时候强调了3个字：代入感。我识破你是因为我代入了当时的你，你露出破绽是因为你没有代入你设计的你，因为这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，真的就是真的，假的就是假的。那么现在你是不是可以把这身伪装给脱了？说的真好，可是证据呢？我们不会在这儿跟你浪费时间的，早就安排人去找李淑华了。只要找到他，你所有的谎言都会不攻自破。关鸿渐，想想你这几个月做的事儿，你还是当初那个自己吗？为了复仇，人不人鬼不鬼，把自己变成什么样子了？什么？怎么了？黄伟出事了。可以让他们出去吗？出去。咱们做个交易。